消灭主席暴政，世界属于超门，人人皆找荷包的新铁总门超击破队加童鞋主角，他终于来了。本期视频就要为大家深入解析一下童鞋小灰毛，并解答一些机制与强度的问题。所以大家对童鞋主角有什么疑问吗？作为新铁守卫击破辅助角色，咱们的银河礼帽侠能为全体队友提供刀饵的击破特工加成。这时就有长得帅的观众问了：这么刀的击破特工有什么用呢？确实，在此之前，击破伤害可以说是毫无存在感。除了泰服时有拿艾斯达东间特利亚，剩下的刀装石特就是魔女宇宙里软梅秒杀小怪，击落不到2的版本就被黄泉的一刀流点直接替代。而 2.2 童鞋主角的出现却赋予了击破体系全新的意义。虽然和软压花这些5星童鞋相比，并没有什么复杂的技能机制，甚至连一点伤害双爆加成都没有，但他的所有技能都和击破伤害多少都直接把这条道路给开拓到了极致。与其说小灰毛是在辅助主席，倒不如说他是在赋予全队打输出的能力。我方角色只要攻击被击破的敌人，就能触发刀饵的超击破伤害，就像原神里的总门，能让队友用极少的资源换来大量的输出。只要堆斗击破特工，任何角色都能成为击破打西，而且培养开拓者的成本很低，不怕浪费资源。同时，击破体系目前方兴未艾，作为第一的击破辅助，短时间内都不会出现能够替代开拓者的上位角色。如果你想抽击破大西，或者想玩击破队，可以说绝对值得一练。所以你觉得开拓者未来的适配队友会有谁呢？先马上准备好天赋材料，直接拉满童鞋开拓者的小伙伴，请在弹幕里投波1吧。和绝大多数的辅助角色一样，普通平平无奇，咱们老样子跳多，直接来聊聊小灰毛的战绩。当开拓者释放战绩时，将会对指定敌方单体造成虚数伤害，并额外再弹射4次。简单来讲，就是艾斯达桑博同款战绩，连技能秒数都一模一样。而在解锁1魂后，我们首次释放战绩即可恢复1点战绩点，一定程度降低了开局启动的资源消耗。同时解锁6魂后，开拓者的战绩还能额外造成2次伤害，进一步提升了削刃能力和回能效果。此外，我们之前提到多超击破伤害的城区之一就是削刃伤害，多了一点削刃就是多出30%伤害，搭配上天赋随波逐流战力的削刃伤害最高可达8点。当爷释放终结技喧嚣的5灯巡游后，就能为我方全体提供3回合的击破特工加成。除了数值加成，最关键的还是为全体队友附加上的 buff 伴舞。这机制类似知能鸟，能够提供额外伤害。当角色攻击若你击破状态下的敌人后，会额外造成1次超击破伤害。这里的超击破伤害可以简单理解为在击破敌人后还能继续打出击破伤害。这一机制可以说大大解放了击破体系的限制，是未来击破队的核心机制。原本击破就只能打出1次刀饵伤害，很难作为主要的输出手段，可以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而现在击破伤害不再局限于破防敌人的那一下攻击，有了我们的童鞋小灰毛，之后的所有攻击都能打出击破伤害。而且开拓者提供的超击破子弹击破特工不需要双爆和攻击力加成。超击破伤害的计算方式如所示，可以看到其中大部分城区都是固定数值，唯一变量就是击破特工，只需要对击破人人都能打出刀饵伤害。如果队伍里有软梅，那么还能提供50%的击破效率，也就是额外50%的削刃伤害加成。更不用说软梅提供的烫性穿透击破特工、残梅战等机制完全契合超击破体系。软梅类似于德比的尼禄，和开拓者并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互补关系。此前软梅最单大的地方就是提供的击破特工加成没能利用上，存在感很低。现在开拓者确认将软梅的击破特工成功变现，转化成实打实的伤害，两人直接斗成了全新击破队的核心。不过开拓者的终结技有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能量需求太高了，140的充能要求仅次于知鸟的160能量和银之的180能量，和义父同级。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开拓者的充能，除了2魂提供的一次性充能效率加成，他的天赋全频段的刀通踏德，在我方每次击破敌人弱点时，就能为自己回复10点能量。在虚构叙事的环境下，这天赋可以说非常好用。接下来谈谈行技。行技为我起舞，自适应对单队形能力，给超击破伤害提供超刀的对单城区，敌人越少，这伤害就会越高。行技2剧院之帽还会使击破状态下的敌人额外再减速30%，进一步延长了输出冲手期，并向增加了触发超击破的频率。行技3随波逐流，第一次释放战绩时，削弱伤害翻倍，优化短轴战斗体验，减少击破队的软击时间。综上所述，童鞋组带来的超击破体系强度合德，没有毒点，逻辑自洽，成本极低。现阶段强度超模的同时，后续还大概率会有5星限定角色补充阵容短板，未来完全可期。所以你觉得未来还会出强度更高的完全体崩铁草神吗？同时开拓者的存在还进一步解决了击破体系的最大毒点。要知道怪物破网后的恢复时间还和角色击破特工有关，击破特工越高，怪物行动延迟越久。但是想打刀伤害就得堆到击破特工，
反倒还影响怪物废物韧性，减少击破的触发次数。而有了超击破机制，就不会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铜血组也是目前击破体系不折不透的唯一核心。然后是加点方面，推荐先点大招增天赋，其次战绩捧特不点。作为一个辅助，银河礼帽侠的击破特工加成都是固定数值，而超击破伤害探的是触发击破的角色，所以开拓者没有什么需要堆的硬指标，非常好养活。光锥首选软梅专武，次选记忆中的模样。这样的光锥不仅有击破特工加成，还能额外废物能量，简直就是礼帽侠指定专武。另外，同样选择还有55和丫丫专武，前者有刀队的大招全体拉条，变相延长了怪物破防的输出冲斗期；后者的主加充能，顺带缓解战点压力。不过这里要注意了，超击破伤害是吃不到光锥提供的伤害加成的。然后是仪器方面，目前唯一推荐的就是4中秒将加2盗贼，光是套装效果就都给予主角52%的击破特动和全队30%的击破特动。另外，在有软梅的情况下，主角的速度最好达到150以上，不仅能有更快的输出打点频率，也能保证比怪物先动，先走破防，避免出现一些刀血压情况，比如在对抗金人、萨姆这类非常弱点的敌人时。主持要推荐生命1、速度鞋、击破神、生命球；副持要推荐击破特动大于速度，大于充能效率，大于生命防御。前面提到铜血主角软梅是固定搭配，生存位则推荐适合堆击破的加拉赫，这3人就相当于新铁板的草型9。至于最后一位，任意角色都行，只要求输出频率高可以堆击破，不过最好还是限定在物理和火系角色，原因就是物理和火系角色击破倍率全属性最高，天生打击破圣体，这也是为什么太服角色里树山虎特角色设计都和击破有关的原因。另外，银狼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银狼刚推出的时候就有击破流的玩法了，但是因为击破机制毒点太多，所以不了了之。现在有了铜血主角，不但解了毒，银狼还能帮助队伍植入弱点，大增加击破队的泛用性。不过截止目前还没有一位完全契合超击破体系的击破大西。虽然根据前人可知，波提欧就是一位可以打击破的物理主西，不过2人是否适配还有待后续观察。所以大家觉得谁才是铜血主角的最佳搭配呢？最后是星魂方面，最关键的星魂是4魂，靠着击破特动很容易堆到200以上，能为全队带来至少30%的击破特动加成。不过当前版本主角最高只能解锁5魂，其中1魂会在2.2主线任务完成获得，另外4个星魂则需要在钟表小指数兑换。所以大家觉得新主角强度如何呢？希望大家能点着3连一起冲上热门，拜托了，这是我一生的请求。感谢大家3点多有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